咱们都知道，《封神演义》看到最后，最热闹的桥段就是姜子牙归国封神，365位正神依次归位，三山五岳、雷火温斗各有执掌，看着热闹非凡。可看着看着，就有人忍不住吐槽，说这封神榜简直就是个大箩筐，什么人都能往里装。你看姜子牙的前妻马氏跟着他过了没几天日子，嫌贫爱富，逼着丈夫写休书，最后上吊死了。就这么个妇人也能封个扫帚星，占了个正神编制。还有申公豹，整部书里头号反骨仔，处处跟姜子牙作对，搬弄是非撺掇，截教仙人下山，硬生生把水搅得越来越浑，说是封神大战的催化剂都不为过。最后也捞了个东海分水将军的差事，管着一海水族。更离谱的是，商纣王炮落菜盆，酒池肉林，干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，最后自焚摘星楼，结果反倒封了天喜星，专管人间婚嫁喜事。这些人按世俗眼光看，要么是薄情妇人，要么是搬弄是非的小人，要么是亡国昏君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该得神仙正果的。可偏偏人家都稳稳当当，榜上有名，受人间香火。反过来，姜子牙扛着封神大任，出生入死几十年，最后反倒没捞着自己的神位。所以常有人说，封神榜好坏不分，赏罚不明，就是本糊涂账。可很少有人往深想一层，制定规则、主导大局的元始天尊，难道不清楚这些吗？他当然清楚。可即便如此，当封神台金光散尽，365位正神全数归位，他的目光落在封神榜最后一页上时，还是沉默了。沉默了很久，久到身边侍立的白鹤童子连呼吸都放轻了，久到封神台边的幡旗都停了摆动，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整场封神大战从姜子牙下山福州开始，哪一步不是他在背后运筹？十绝阵、九曲黄河阵、诛仙阵、万仙阵，哪一场硬仗不是他出面兜底？通天教主贵为圣人，不还是被他联合太上老君、西方教2位道人打得一败涂地，最后被红军老祖带回紫霄宫思过？按说整个封神的剧本几乎就是他亲手写就的，谁生谁死，谁上榜，谁渡劫，都该在他预料之中。既然如此，最后一页的内容他早该烂熟于心，何至于沉默不语呢？要弄明白这份沉默，咱们得先把封神榜的来龙去脉掰扯清楚。很多人以为封神榜是元始天尊专门造出来对付截教的工具，其实不对。这件事的根子从来不在阐节之争，而在天庭。原著里交代的明明白白，昊天上帝命先手12称臣，说白了就是天庭缺人手。玉帝看上了阐教的12金仙，想让这12位高手到天庭任职，给自己当臣子。这对阐教来说无疑是剜心头肉。12金仙是元始天尊手把手教出来的核心弟子，个个都是斩三师、求大道的修士，修行千百年，眼看就要触碰到仙道门槛，怎么可能甘心去天庭当个按部就班的办事员？可昊天上帝毕竟是3界名义上的共主，金口玉言直接驳回去，等于打了天庭的脸，对阐教没有半点好处。正好赶在那个节点上，几件事凑到了一起，成汤气数已尽，周氏当心，神仙逢此杀劫，都要应劫了断，再加上玉帝要人的压力，于是红军老祖牵头，让阐教、截教、人道3教首脑聚在碧游宫，也就是通天教主的地盘，共同商议出了解决方案——封神榜。榜单一共设365位正神，分属8部，用来填补天庭的职位空缺。说白了，就是3教共同出人，给天庭输送干部，这样就不用12金仙单独去报道了。当时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3位圣人共同签押，还把榜单密封起来，定下了3条铁则：根行深者承其仙道，继续修行；根行稍次，承其神道。死后魂归封神台，入天庭任职，根行浅薄，承其人道，堕入轮回，再受生死之苦。单从纸面规则看，这事很公平，3教各凭根行，谁也别占便宜。可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元始天尊是什么人？阐教教主最擅长顺势而为，借题发挥。
他盯着这份封神榜看了没多久，就品出了味道，这哪里是麻烦，这分明是打压截教的天赐良机。那时候的截教有多风光，万仙来朝，弟子遍布三界，旁门左道，妖仙异兽全都投奔碧游宫，论人数，论高手数量，都远超阐教。阐教满打满算也就10几位二代弟子，加上几十位3代门人，跟截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元始天尊本就觉得截教鱼龙混杂，不守清规，不合道门正统。现在有了封神榜，正好可以借商周更替的天下大势，把截教弟子一个个引下山，打死了就送上封神榜，既完成了天庭的指标，又削弱了截教势力，一举两得。所以后面的剧情大家都看到了，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，明着是辅佐明君，实则是挑起战端，引截教入局。他反复叮嘱弟子紧闭洞府，敬送皇庭，却又一次次让12金仙下山助战，逼着截教门人忍不住出手。从张桂芳、文仲到赵公明、三霄娘娘，再到金陵圣母，通天教主，截教就像被牵着鼻子一样，一步步踏进战场，又一个个生死道消，魂归封神台。在很多读者眼里，元始天尊就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，算无一策，步步为营，把通天教主玩得团团转。封神榜上的名字谁先谁后，谁高谁低，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，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封神榜的规则由3教共定，封神大战的走向由元始天尊主导，连通天教主都败在了他手里，为什么当他看到封神榜最后一页的时候会沉默不语？这最后一页上到底藏着什么，能让这位玉清圣人一时之间百感交集，无话可说？咱们先来说说最直观的一点，这最后一页上的名字本身就是对封神正义性最大的讽刺。封神榜的最后2位也是整场封神大典的压轴角色，是飞廉和恶来。这2个人是什么来头？商纣王身边最受宠的佞臣，标准的奸邪小人。原著里姜子牙宣读敕命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尔飞廉、恶来生前甘心奸佞，惶惑主聪，败国亡君，偷生苟免，只知盗宝以容身，孰益法网无疏漏。纣王在位时做的那些糊涂事，不少都是这2个人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推波助澜。等到周军攻破朝歌，纣王自焚摘星楼，这2人既没殉国，也没抵抗，反倒偷了商朝的传国玉玺，屁颠屁颠跑去向周军投降，想着靠献宝换个高官厚禄，接着想轻浮。姜子牙是什么人？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，先假意接纳，给了个中大夫的虚衔稳住他们，等封神台一切就绪，立刻命人把2人拿下，推出辕门外斩首，用他们的首级祭奠封神台。人头刚落地，转身就给他们封神，封了个冰消瓦解之神。你说这事儿荒诞不荒诞？活着的时候是祸国殃民的奸臣，投降了还被砍了脑袋，结果死了反倒成了天庭正神，还排在365位的最后压轴。很多人看到这里都骂姜子牙是非不分，说封神榜就是个笑话。可你仔细想想，姜子牙有权利决定谁上榜吗？他只是个执行者，手里的打神鞭能打神，却改不了榜单。封神榜上的名字早在3教签押的时候就定好了，他能做的只是照着名单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飞廉和恶来上榜是早就写死的定数，既不是姜子牙临时加的，也不是元始天尊临时改的。那元始天尊看到这2个名字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要知道，从姜子牙举起伐纣大旗的那天起，阐教对外的口号从来都是顺天应人，伐无道，诛奸佞。他们说纣王是无道昏君，说文仲、张桂芳这些保商的截教弟子是助纣为虐，逆天而行。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上，把自己塑造成天道的代言人，把截教贬为旁门左道，邪恶之徒。这套说辞骗得了天下人，骗得了门下弟子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他们自己都信了。可到头来呢？他们口口声声要诛灭的奸佞飞廉、恶来，结结实实地刻在封神榜上，还是最后压轴的位置。他们骂了一辈子的奸臣小人，最后堂而皇之的成了天庭正神，享受3界香火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换句话说，元始天尊喊了一辈子的正邪之分，顺逆之别，到了封神榜最后一页，
被撕得干干净净。封神这件事从来就跟正义没关系，跟人品好坏没关系，甚至跟是非对错都没关系。它本质上就是一场天庭的人员招聘，一场三界的势力重新分配。只要你应了结束，不管你是忠臣还是奸臣，是君子还是小人，都能上岗。文仲忠肝义胆，封九天姻缘，雷声普化天尊，执掌雷部，飞廉恶来奸佞狡诈，封冰消瓦解之神，专司崩坏离散。岗位不同，编制一样，都是天庭的人。你说元始天尊看到这里，他能不沉默吗？他之前用来发动战争，用来指责通天教主，用来给弟子们洗脑的那套顺天应人的说辞，在这两个名字面前显得格外苍白，格外无力。他当然可以对外说这都是劫数，都是天命，可他骗不了自己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所谓的天道正义不过是包装利益争夺的一层皮。封神大战打了10几年，死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仙凡两道血流成河，说到底就是为了填满这365个坑位，给昊天上帝交差。最后一页的2个奸臣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这场大战最真实的底色。没有正邪，只有交易；没有对错，只有定数。元始天尊站在道德高地上站了一辈子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脚下也是一片狼藉。这份清醒没法跟人说，只能自己默默消化。当然，如果只是2个奸臣上榜，还不至于让元始天尊沉默这么久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最后一页的存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事实：封神榜的名单从来就不是他说了算的。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觉得元始天尊权柄滔天，想让谁上榜就让谁上榜，想把谁划掉就把谁划掉。毕竟他是阐教教主，又是封神大业的主要推动者，权力大得很。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封神榜是三教圣人共同签押的，签完就密封了，谁也改不了。往深了说，这份榜单根本不是3位圣人定的，是天道定的。圣人能做的只是顺应天道拟定规则，确认名额。至于具体谁上榜，什么时候上榜，那都是结束里注定好的，圣人也干涉不了分毫。可能有人会反驳，不对啊，申公豹到处去请截教仙人下山，不就是元始天尊安排的吗？不就是为了把人送上封神榜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你仔细品就会发现，他能做的只是推一把，只是让那些本来就该上榜的人提前应节。他改不了结果，更不能把不该上榜的人塞进去，也不能把该上榜的人拉出来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12金仙，元始天尊拼了命也要保下来，最后确实也都没上榜，顺利躲过了杀劫。可这不是元始天尊强行改了榜单，而是这12位跟行身后本就不在封神之列，元始天尊只是顺势帮他们渡劫而已。再比如黄天化，元始天尊的徒孙，清虚道德真君的得意弟子，年轻有为，战力强横，按说好好修行，将来未必不能成仙道，可结果呢？年纪轻轻就死在了战场之上，最后封了三山正神炳灵公。元始天尊难道不想保他吗？当然想，可保不住，因为他榜上有名，定数难逃，连自己的亲徒孙都保不住。你说元始天尊对这份榜单能有多少话语权？而飞廉和恶来就更能说明问题了。这2个人说白了就是2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除了溜须拍马什么都不会。在整个封神大战里，他们连配角都算不上，顶多就是2个跑龙套的，戏份少得可怜。可就是这么2个跑龙套的，偏偏稳稳占了2个封神名额，还排在最后压轴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凑齐365位。你想想，元始天尊是什么身份？玉清元始天尊，阐教教主，圣人之尊，三界之内排得上号的顶尖人物，他眼里能看得上这2个小人物吗？肯定看不上。在他的封神剧本里，可能根本就没这号人物。他关注的从来都是文仲、赵公明、三霄娘娘、金陵圣母这些重量级角色，是诛仙阵、万仙阵这些决定胜负的大场面。结果等他翻到最后一页，赫然发现还有这么2个他从来没正眼看过的人，安安稳稳地待在榜单上，位置牢不可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盘棋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，也要细得多。他
他以为自己算计到了所有关键人物，掌控了所有核心战局，可天道连2个微不足道的奸臣都算进去了，连他们什么时候投降，什么时候被杀，封什么神，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分毫不差。换句话说，元始天尊一直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，是执棋者，可直到看完最后一页，他才明白，他也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，只是级别高一点，能动用的资源多一点而已。他的每一步算计，每一次出手，其实都在天道的预料之中。他费尽心机打压截教，壮大阐教，说到底也只是在完成天道早就写好的剧本。连非连恶来这种蝼蚁般的存在，都是定数里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他这个圣人又能真正改变什么呢？这种无力感跟修为高低没关系，是境界到了也没用。都说圣人之下皆蝼蚁，可圣人之上还有天道。当你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再厉害也跳不出规则的掌心时，那种滋味没法言说，只能用沉默来消化。除了这份对规则的无力感，还有一层更现实的原因，最后一页翻过，就意味着整场封神大战彻底尘埃落定，而元始天尊也终于看清了这场胜利的真正代价。表面上看，封神大战的赢家毫无疑问是阐教，截教几乎全军覆没，万仙阵一战死伤无数，剩下的要么被秦，要么被西方教渡走，通天教主本人也被红军老祖带回了紫霄宫，等于截教这个传承了无数年的教派基本就散了。阐教不仅毫发无伤，12金仙全都顺利渡劫，还借着伐纣的功劳，在3界树立了道门正统的形象，怎么看都是大获全胜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咱们静下心来算一笔账就知道了。封神大战之后，阐教看着风光无限，可核心人才流失得非常严重，说是伤了根基都不为过。首先是燃灯道人，这位阐教的副教主辈分极高，12金仙见了都得称一声老师，妥妥的阐教2号人物。结果封神之后，他转身去了西方教，成了燃灯古佛，地位比在阐教的时候还高。然后是12金仙里的3位，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，这3位阐教的核心战力，后来也都入了佛门，成了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，个个都是佛门的顶梁柱。还有巨留孙，也修成了巨留孙佛，彻底脱离了阐教。你看，阐教最顶尖的一批高层走了快一半，他们为什么走？真的是觉得西方教的教义更好吗？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经过封神大战，他们看清了道门内斗的残酷，也看清了阐教的行事风格，心冷了。元始天尊为了赢，手段其实并不光彩。比如三香娘娘摆9曲黄河阵，用混元金斗削了12金仙的顶上3花，按理说这是战场上的正常较量，输赢各凭本事。结果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联手，以圣人之尊对付3个晚辈女仙，直接出手把三霄弄死了。这种以大欺小、降维打击的操作，说实话挺掉价的，门下弟子看在眼里，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。还有为了打赢截教，不惜勾结西方教，引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同门师弟。这种事说出去不好听，也寒了道门弟子的心。所以封神一结束，大家散的散，走的走，门派看似赢了，人心其实已经散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整场封神大战下来，最大的赢家根本不是阐教，是昊天上帝，是天庭。人家玉帝本来只是想要12金仙这12个人，结果呢？没费一兵一卒，白白得了365位各行各业的精英，有管雷的，有管火的，有管温的，有管财的，还有管生死、管山川、管祸福的。整个天庭的行政班子一下子就配齐了，实力暴涨。而且人家全程没动手，就看着道门2派自己内斗，斗得2败俱伤，从此天庭的权威稳如泰山，再也没有哪个教派能挑战他的地位。还有西方教更是赚得盆满钵满，借着帮阐教打仗的机会，光明正大的渡走了大量截教仙人，孔宣、多宝道人这些顶尖高手都入了佛门，还有不少阐教高层主动投奔。西方教的势力一下子就从西方边陲扩张到了东土，为后来佛门大兴埋下了伏笔。反倒是道门
阐教和截教加起来死了上万的修士，精英损失殆尽，元气大伤。从此之后，道门再也没有万仙来朝的盛况了。元始天尊看到最后一页，看着365个名额全部填满，他就知道这笔交易彻底成交了。他用整个道门的气运换来了阐教的一时胜利，换来了12金仙的平安渡劫，值吗？站在阐教的角度可能值，可站在道门的角度，站在他三清之一的身份角度，这笔买卖亏大了。他赢了自己的师弟，赢了这场教派之争，可输了整个道门的未来。当胜利真正到来的那一刻，没有想象中的欢呼雀跃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失落，这种感觉没法跟人说，也不能说。总不能让他当着门下弟子的面说咱们赢了，可其实咱们亏大了，所以他只能沉默。最后还有一点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封神榜的最后一页，除了飞廉和恶来的名字，其实还有一层看不见的留白。正是这层留白，让元始天尊思考了很久。这层留白就是姜子牙。姜子牙是封神的执行者，手持打神鞭，坐镇封神台，从头到尾见证了所有神明的诞生，可偏偏他自己榜上无名。365位正神从头到尾念下来，没有姜子牙3个字。很多人替姜子牙不值，觉得他辛苦了一辈子，扛了那么大的风险，最后什么都没捞着。可实际上，元始天尊给姜子牙的安排比任何神位都金贵。原著里，封神结束之后，元始天尊并没有收回打神鞭，反而给了他一个特权，诸神回避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姜子牙拿着打神鞭，不管你是多大的正神，见了他都得退让3分。他虽然没有神位，却能管束所有榜上的神明，而且他不用上天庭上班，不用受天规天条的约束，可以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。武王封他为齐侯，坐拥一方土地，子孙后代都跟着享福。说白了，姜子牙是无畏之位，比所有有编制的神都自由，也都威风。元始天尊看着最后一页的名单，再看看台下站着的姜子牙，心里肯定会想起当年在碧游宫签押封神榜时定下的规矩：根行深者，成其仙道；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；根行浅薄，成其人道。成神从来就不是最好的结局，那些榜上有名的，看着风光，一个个都是天庭正神，可实际上他们都被神位牢牢束缚住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能再自由修行，不能再随意游历3界，得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，干着自己的差事，稍有不慎还可能受罚。他们的道途从上榜的那一刻起就基本到头了。就像赵公明，多厉害的人物，截教外门第一高手，金蛟简、定海珠，打遍阐教无敌手，结果死后封了个金龙如意，正一龙虎玄坛真君，管人间财运。从此就困在财神的位子上，一身惊世骇俗的道行，再难有寸进。还有三霄娘娘9曲黄河阵，连12金仙都能废掉，本事多大，道行多深，最后封了个感应随事仙孤正神，管人间生育之事。千年修行，最后就落了这么个差事，想想都觉得可惜。反倒是姜子牙根行浅薄，成不了仙，也没成神，反而落了个逍遥自在。有人间的富贵，有管神的权利，反而比大多数神仙都活得舒服。元始天尊作为修道之人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？是仙道，是超脱，是逍遥自在。可他主导的这场封神大业，却把几百上千个求道之人，一个个都塞进了神职的牢笼里，断了他们的仙途。他一直觉得截教弟子根行浅薄，旁门左道，活该上榜封神。可静下心来想想，这些人哪个不是一心求道，哪个不是苦修了成百上千年？就因为一场结束，就因为教派之争，仙途尽毁，只能去天庭当个按部就班的差役。这到底是顺天应人，还是造下的杀业？他看着最后一页，看着那些或强或弱，或善或恶的名字，最后都殊途同归，成了天庭体系里的一颗螺丝钉。他突然就开始反思，自己修了这么多年的道，争了这么多年的气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自己的门派压过别人一头，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求得大道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或者说
答案他早就知道，只是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他只能沉默。说到这里，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。元始天尊的沉默不是因为某一件事，而是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这里面有对正义幌子被戳破的自嘲，有对天道定数难为的无力，有对胜利代价的感慨，也有对自身道途的反思。而这所有的情绪里，最核心、最根本的，还是对定数二字的认知。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圣人，能窥破天机，能操控大局，能在规则之内为自己的门派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可直到看完《封神榜》的最后一页，他才真正明白，在天道面前，圣人也只是棋子。他算准了截教会败，算准了通天教主会输，算准了周朝会兴起，可他算不透天道的边界，算不清结束的细节，也算不出这场胜利之后的所有因果。飞廉和恶来的名字就像最后一块拼图，啪的一声，把整盘棋严丝合缝地补全了。也正是这最后一块拼图，让他看清了整盘棋的全貌。原来从始至终没有真正的赢家，所有人都在结束之中。截教覆灭了是应劫，阐教赢了也是应劫，天庭充实了是应劫，西方教兴起了也是应劫。没有谁能真正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哪怕是圣人，也得顺着天道的轨迹走。所以元始天尊沉默了，千言万语到了嘴边都化作了一声轻叹。封神榜最后一页写的哪里是两个奸臣的名字，写的是三界众生都逃不开的宿命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哪怕你是玉清圣人也一样。